少女峰它的发音呢 Jungfrau 啊 Jungfrau 这是叫少女，其实是德语啊。所以当你去看到少女峰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不是用英文的发音 Virgin 什么 Mountain 那都不是哈，它是用德语的发音，它的字，它的那个英文字看起来呢也是德语的啊，用 Jungfrau 啊，所以可想而知啦啊。瑞士讲的话是什么话？其实瑞士有瑞士德语啊。少女峰有着欧洲之巅、欧洲屋脊的号称，虽然它并非欧洲的最高峰，但是呢，少女峰的车站嘛是全欧洲上高的火车头哦。所以咱今嘛坐火车哦，看来顶管的火车站哈，不是坐火车站上去上面哦哈，坐火车去少女峰顶管的火车站啊。这段路登山火车也是少女峰最让人觉得比较震撼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一条贯穿着艾格尔峰、僧侣峰到少女峰的少女峰铁道是100年前所开拓出来的，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当事人的毅力啊！这一条少女峰之路，让我们上来看看。外面的空气呢，干净到、清新到，让你啊想要呢大口大口的给树归出呀哈！它是要换车的啊。少女峰其实最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坐这个火车啊，甲咱去的这个日本呢，要怎讲？日本的这个黑布利山有一点仔小港哈，你要坐车换车哦，换来换去哈，换两抓车啊，这嘛是一家特殊的所在。我们现在走在少女峰，少女峰其实它是一个好几个点哦，可以去外面看，可以去哪里，可以去哪里，可以很多很多的地方哦，都可以去看啊。大致上在这边会停留到1到2个小时，因为在少女峰山上呢有非常多的景点景观，大概2个小时。但是因为少女峰有个特点呢，它人很多啊，1年4季都是人啊，所以来到少女峰的行加头呀哈，你看，你看，咖喱。坐回家的时间生活喝水，你要算好你坐车的时间，上下火车的时间呢，都必须要把它算好。伟大的1895年动工的瑞士铁路开凿山壁的时候，克服了永冻土及坚硬的石头问题，也曾经因为预算不足，全段铁路没有开。我们上来了最高峰的观景台，有看到外口的环境吗？有看到外口的气候吗？有看到安尼无？终年积雪不化，但是这几年来。温室效应一定慢慢啦，和少女峰顶管的水一定哩，啥会一定哩退啊！所以这是大自然气候变迁你没有办法的事情啊！100多年来，少女峰的铁路开往通往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3454公里啊，公尺也可以哈。瑞士少女峰，如果你把它用英文去翻译它，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处女峰，都可以哈。上了这上面呢，从底下我们坐的这个磁轨列车啊，一路呢，到了山上来哈，在夏天可以看得到雪，嘿嘿，不简单哦。此生必游欧洲之巅少女峰。我们看完了观景台之后，我们走下来准备去看看什么
万年的冰洞哦。瑞士有很多的登山铁道，不论知名度，都是少女峰绝对是名列第一名。不仅仅是拥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欧洲最长、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刚刚我们从观景台看到了阿雷奇冰河。最酷的是什么？少女峰的铁道跟台湾的阿里山火车建造和通车的时间非常的接近。同时，在前几年也庆祝了100年。瑞士的中部原为处女的意思，但因为太直白了，中文才把它翻作少女峰。因为把它叫处女峰很怪哈，所以呢，在少女峰旁边就会有一个叫做僧侣峰，真的是很好玩啊。少女峰的山区有3个著名的山头：少女峰、僧侣峰，还有登山者最想征服的山艾格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了冰洞，这个冰洞呢，也是在少女峰最重要、最特别的一个特点呢。海拔2000到3000公尺的高山要开凿就不容易了，更何况要开凿这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冰洞出来。这冰洞走，哇塞，天哪真的足够的啦，非常的滑溜你看这整个是冰洞，天然的，你不要以为那是人工的，它完全不是完全都是最天然的，就在这里面这样走，这真的又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美到不可思议的地方。瑞士的少女峰，我们又准备坐车下山了很棒，真的很棒通常少女峰呢需要用掉将近2/3天I saw you downtown today.A little gray around the temples, but still way better looking than okay. I heard you and your missus. 瑞士最有名的巴士上火车我们要去策马特，就是马特洪峰的山脚下那这一段路呢，有一段路是捷径，这段捷径呢就是坐火车而不是开车过去。那这也独创了瑞士跟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所有人来到这边呢，排排的在这边呢 stand by 准备那各巴士，这大家的巴士这大家真的，我们巴士很大台要开起来回卡宾馆所以当时我们的司机开上来的时候，还不小心阿库米亚还给 K 掉了下来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巴士现在已经开上来火车，这是人生很多的体验不同能够亲眼看到把巴士开到火车，然后司机开始闭着眼睛睡觉火车把你载到目的地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毕竟瑞士属于内陆3国家没有靠海地理上分别为阿尔卑斯山跟瑞士高原还有侏罗山脉3个部分呢，组成了瑞士这个美丽的国家。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占据了瑞士国土大部分的面积瑞士人口就800万大部分呢都分布在瑞士的高原瑞士的主要的城市如经济中心苏黎世、日内瓦所在地瑞士最有名的也就是它的自然风光以及气候条件，有着世界公园的美誉所以当我们一踏入瑞士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瑞士美丽的风景，进入到这一段的阿尔卑斯山，哇，真美进入到瑞士我说过的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哇，那整个令人心旷神怡但是呢，只有2只手缩在口袋里面，是什么？瑞士的消费会把你呢吓到吃手收但是这是我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是我坐在前面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为什么？如果今天你的能力允许，何尝害怕瑞士的消费呢？瑞士人民均薪可以说是世界最高的它平均人民呢一年可以有200万台币的收入不简单
台湾的平均收入呢，是把有钱人的分化到给每一个没有钱的人啊，就那几个最有钱的把它分化，那叫人均啊。那其实呢，瑞士不一样。你说瑞士没有穷人吗？瑞士当然也有很多的穷人哦。现在在瑞士，很多的人也因为退休了啊，退休补助金远远不及于什么，远远不及于说去跟上世界的这个经济物价。瑞士消费真的很高哦。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很多的东西呢依赖的外来，再加上呢，很简单嘛，它的什么贵？它的工资打得非常的高啊，它的社会福利制度打得非常的高啊，它的电、它的能源啊，收取的费用很高啊。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所有东西就反映在一个商品的物价？你要买一罐水，你爱什么？你爱人去做嘛，人去做计小的管嘛，对不？人去做计小，因为新竹爱灌你来对嘛，对不对？很多人说啊，那我遐贵耶，人力不用钱吗？人力一定要钱啊。然后呢，制作这个瓶子，这瓶水一瓶小瓶的矿泉水，台湾可能卖10块，他那边可能要卖到100，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很简单，那瓶水需要人力的薪资，再加上什么管销，他要赚取的毛利，再加上什么，他制作这一根罐子的时候，他要取得的能源啊。要有能源有电嘛，有什么？你说这瓶水怎么可能它会便宜？它是反映在物价上面。很多人说啊，喝起来就跟台湾的水一样啊，卖那么贵，不一样，它制作的成本就跟人不同。这就是瑞士消费，这就是瑞士经济啊！你绝对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资。很多人会说，那工资打那么高做什么？这就是很矛盾的事情哦。很多人不愿意给工资高，就像很多的人呢，是吧？他到了国外去的时候，那个 porter 啊，不是啥行李吗？你不给他小费，你不给他小费，这家饭店他都请不到人，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呢，那 porter 啊，一起给你挂行李，你没给他小费。有的人说啊，你帮我提个行李，我干嘛给钱呢？这就是我常讲的啊，很多的薪资低落，有时候很多是在于我们不愿意给不愿意去消费啊。你不愿意去给，不愿意去消费，他就没工作做，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弱，这是环环相扣的啊。比如说大环境不好，大家收手啊，不去消费，在这个市场做经济消费啊，那整体的经济就会弱。所以以前有人讲爱5倍经济才进步，这是真的哈。你要有消费，经济才会进步，消费的越多，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越往上走。人民都把手收起来不消费，个国家经济不可能会好哦。甚至最常遇到的就是对于人员的薪资很不愿意给。那其实人员的薪资很不愿意给，也常常反映在老百姓们。老百姓们会觉得是说啊，为什么？你一个人力干嘛那么贵啊？那你说，那你人力不贵，那他怎么生活？当然就不会有人来啦，对不对哈？在国外，人力啊，人去做的工作啊，永远是 number one 的一名啊。在台湾呢，人力做的事情呢，他可以能砍就砍。砍的不一定是雇主啊，砍的很有可能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付出有关于人力所制造出来的物品的这个成本啊。所以在瑞士，人均收入200万，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在200万，哇，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几倍啊！但相对之下，它的物价、它的消费，所有一切都是高的。OK， 我们从坐的巴士了解了一下瑞士的人均收入之后，我们进入到了策马特，准备上马特洪峰。You asked about this evening, if I had other plans. Going out for a bit to eat by heaven's dance. We could play cowboys and这是一个策马特引以为傲的地方。前面看到那个小车有没有？这叫做电动车。瑞士策马特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座禁止汽车进入的山城，你只见得到电动车、脚踏车，还有什么人力3轮车？拍谁那个没有？还是东南亚就只有客人2条卡两机卡步链还有观光客搭乘的马车小镇呢清晰的不得了。
现在搭乘的这个叫格尔内格拉特啊的一段登山车，在策马特出发。这个车是啥？你看咱今仔这集哦，全部拢是回家，都在坐火车啊。我们现在坐这个火车往山上走，走去哪？要去眺望台看什么？看马特洪峰啊，没有登马特洪峰啊是什么？是要望马特洪峰哦。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瑞士著名的马特洪峰之旅，我们搭上了登山的齿轨火车，已经抵达了这个地方。海拔3000多公尺啊，来到了格尔内格拉特景观台。我们上来这上面刚好在下雨啊，下雨又下一点小冰泡啊，然后呢，冰雹下完之后呢，拨开云雾，慢慢的就出来了。从这边远望广大的冰川，高达4478公尺的马特洪峰就在我们眼前，不愧为山中之王哦。从山底下山层的脱俗之美，一直看到的前面这一个冰河，现在看到这一段是冰河啊，看到那个三角形被遮住了啊，原本要看到它整个那个山的头哦，但是看不到，但刚刚好啊，就前面这一座就是马特洪峰啊，但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就出太阳了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坐火车还可以看得到哦，这一趟我们来到这个马特洪峰。这个马特洪峰的画面呢，也是瑞士最著名的沙盖型的巧克力啊，就是以什么啊？以策马特这个整个造型，整个策马特的山城呢，去跟少女峰比呢，我告诉你哦，你说哪一个比较漂亮？根本没有，因为完全是不同的感觉，完全是不同的风景啊。欧洲人来到这，住在马特洪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观景台，你知道这观景台上面还有饭店啊，唯一那么一家饭店，你上了这上面吃饭用餐啊，用上一餐大概台币5000块，住在这这个观景台这边呢，它这个天窗饭店，就是你住的这个饭店前面呢，房间有这个落地窗啊，可以看到马特洪峰，住一晚要价台币1万多块啊，贵吗？还好啦。马特洪峰呢，也非常多的冒险家不断的来挑战马特洪峰来这里的木造房子完全跟你前面所看到的什么瑞士啦这个法国啦、德国啦边境啊还有跟这个意大利呢完全是不一样。你看这前面这些都是这个它的教堂啦、小教堂啦、雪水融化的啦，还有一些冰河啦，真的很美啊。虽然下着雨，但是呢，还是让我们如期上来。你说为什么下着雨还如期上来？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天候因素呢，你连山都上不来啊。这是7月，我们在瑞士策马特的马特洪峰。
有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坐火车再继续下来了啊。下来的时候，你看啊，云雾呢慢慢的散开来了啊。马特洪峰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很多人会觉得是说这个地方冬天没有人来，冬天很多人来哦。冬天来到这边的人非常的多，为什么？来滑雪啊。那你说一定只有冰河列车啊，这个赏冰河列车的景观列车可以坐吗？我告诉你，很多人从策马特，我们坐上去到看刚刚那个观景台啊，大概要坐差不多6站到7站，加一人到第2站、第3站都来用行的。为什么？他们就什么健行啊，走到刚刚那个观景台去，他们不爬山啊，他们是走火车的这一个旁边有一个登山步道啊。哇哦，这真的策马特。海拔1800多公尺哦，再走到2-3千公尺的地方了，这感觉很棒，对不对哈？我也很喜欢哈，但是没那个机会下来走啊。所以呢，在这里哈，一年四季哈都可以哈看得到游客呢络绎不绝。那在这里呢，尤其是夏天呢，夏天当然还是最多人来的时候。那我们从那个观景台上面呢，10天里面呢，大概只有1-2天看得到马特洪峰。因为山上啊，大部分的你看3000多公尺高的山啊，大部分呢都会有云雾飘渺啊，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在这边等等上半天以上，就为了看到震撼、精彩画面的马特洪峰。我们现在搭火车看风景喽。有没有看到啊？沿路我们下来有没有看到哈那种感觉哈？整个云雾，马特洪峰的云雾开始慢慢散掉了哈。那这个齿轨列车呢，下坡的速度是不快的，因为也靠嘎哇嘛，起哈，所以恰把马拉的来慢慢的到山下去哈。那我们这样子沿路上还可以看得到，在两旁边的树木之笔直之干净啊哈。就有一次就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我问你哈，为什么国外的树都这么笔直这么干净啊？那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在台湾看到？这个叫做什么落尘啊？哈，台湾的落尘因为比较大啊，所以树叶上常常都会有一层灰灰的。而因为瑞士它为什么它是山呢？它大部分都是山地啊，瑞士也因为它的美景嘛，所以它这里的空气，包括它的落尘率很低，就会让你看起来很清脆。那台湾要看它清脆，你城市还看不到啊，你一定得到山上去看才看得到，有没有啊？但是呢，瑞士很多的地方的环境保护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那再加上说，你像策马特一个小镇能够做到让全世界的人都引以骄傲的，你看这里船，你看马特洪峰在前面，慢慢地逃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全景了。所以我刚刚说嘛，有一个城市会使讲用禁止人到内底开车，禁止甲红起来，想那大家要来看看它伟大、它美丽在哪边。这就是瑞士人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贡献，也因为这样子的贡献，我们今天才会不辞辛苦，大老远的坐飞机来到这里，看上这个美景。我们这一趟的瑞士挑战3大名峰，前面的少女峰看过了，这一趟的是什么？
马特洪峰。火车已经抵达了策马特啦，有没有？哎呦，真的哈，这个是我第一次上来拍哈，也是我们第2次上马特洪峰来拍了啊。瑞士啊，我非常推荐啊，瑞士这一趟的旅程啊。欧洲是这样哈，您记住哈，欧洲是这样哈，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哈。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哈？不是便宜的没好货，而是你看这个。屋子底下有一个圆盘子，有没有？在瑞士看得到，策马特看到很多屋子底下有一个圆盘哦。那个圆盘是什么？他们以前是粮仓啊，坑米的啊，不好鸟车背起来，所以做成了圆的啊，鸟车看了圆的较无好背啊。哎呦，你看看哦，这些呢是叫做赶羚羊是吗？没有啊，山羊哦。野肚子，不要给他了吗？野肚子，你就要给他了吗？是不是？所以你昨天应该。世界上最佳的国家之一，瑞士第一，那加拿大是第2哈。其实这很难说，每一年呢，这个一直在换来换去哈，解压是一哈。
那2018年，确定最佳的城市呢是由瑞士来取得啊。那过去3年当中，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由欧洲的国家来囊括了所有最佳的城市之一啊。众所皆知啦，整个瑞士的医疗、教育、人民的经济、福利制度等等呢，哇，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整个瑞士的民主，整个瑞士的经济，它所走的路，连瑞士的空气都可以卖钱啊。所以，在地球上，阳光、空气、水构成了生命的3大要素嘛。干净的饮用水得花钱去呢，而干净的空气呢，所以水书会使讲，伊去卖伊的观光的物件，卖什么卖风景点。大家来瑞士就是要看美景嘛，嘿，人家多厉害，连空气都可以打包卖出去啊！瑞士的消费可以说是世界上排名第1名、第2名的啊。离开了台湾的岛国思维，我们进入到了欧洲城市，你将会发现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几乎所有的费用听不到免费这2个字哈。如果当你听到免费，就像中奖一样啊。那再来，他们最免费的是什么？这里来到这边干净的水，还有什么？还有非常干净的空气，这是免费的。有的人说我听你讲哦，为什么？那这个当然是免费的啦。你想想看，台湾的空气，瑞士的空气，你觉得呢？你还得买口罩去戴的，对不对？在台湾怕这个空污是不是？还不敢呼吸对不对？那你想想看。那台湾很多的地方，你水不敢喝嘛，对不对？你还得花钱去买水。在瑞士，他们的水是怎么样？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了。这里是哪？伯恩 （Bern） 又从它的字来看呢，熊你哪被讲伊是欧洲的首都？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认为。其实瑞士是一个联邦制没有多少城市像我们把它称为瑞士首都伯恩。虽然它认真来讲，并不是因为它联邦制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把伯恩当作是首都的称呼。它这里保留了原始的历史风貌。伯恩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看的地方它很美。这座钟塔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啦。历史的记载，1218年就开始为了伯恩市民报时，每个小时的56分，时钟上的人物装饰就会开始动作，开始表演，就像是台北收购百货前的时钟一样，都有动态表演哇塞，800年这什么钟这个800年的钟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代表了这个钟已经不只有月相功能日相功能，还拥有星座、报时等等功能，真是不得了。瑞士的800年钟。哇，漂亮吗？震撼吗？这个不是倒垃圾的在瑞士的这一条古老的街道提到伯恩这个名字源自于熊古老的街道伯恩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地窖这个是瑞士的救难泉瑞士没有真正的首都，这是因为瑞士是个联邦国家，联邦的法律并没有制定首都在哪儿。抛开这些硬邦邦的历史不谈，伯恩的美你真的要亲自来看看伯恩的美很特别。这一条古老的大街上面，你知道最多的就是这些古老的建筑，再加上这一些什么，这一条市场街、杂货街上面呢，100-200公尺就有一座喷泉，还有呢雕像，还有骑楼的回廊。爱因斯坦曾经在这的什么专利局来上班那他在这边呢，除了来这边上班之外，还有他住过的地方。当时的爱因斯坦在伯恩的专利局上班，
在这3年当中，他发表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很多的理论，其中包含狭义相对论。刚刚我们去看的那个是他喜欢来到那喝咖啡所以的咖啡馆你看名人加持过的地方都红了起来都红了起来那我们在市场街跟杂货街当中行走那每100-200公尺就有一个喷泉，街道2旁都是骑楼的回廊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棒一户挨着一户这些回廊建筑有一半隐身在路面街道的下面。古代作为储藏或防御工事，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啦？这个这类猛这是古代作为储藏或防御工事，更既为收窄很多的地下室的空间及1楼呢，弄给并行三维商业或餐厅用啦。伯恩的美真的要细细品尝没几个地方呢就来到一个喷泉。1983年，伯恩的旧城市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遗产也是全世界10大最佳生活品质之一的城市，也是一个生活非常高昂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台湾在嫌物价高来到瑞士呢，又是一个下到吃手手让你呢要出手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很揪起来但是呢，又是那一句话怕什么？能够来这边玩，代表你有着一定的能力嘛。这里的电车穿梭在古老的大街之上，就在这每隔100-200公尺的喷泉之上。现代化的电车设计跟这里古代建筑这些商店街、街道中间的喷泉的造型特殊，哇，全部融合在一起，绝对是最好的现代化跟以前的这种混搭最好的方式那你说为什么它100-200公尺就有个喷泉呢？古时候并无完善的供水设施这喷泉功能就是什么？提供居民方便好的是不是卡水而且呢，这里的喷泉呢，各式各样的都有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其实伯恩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如果来到这边天气非常好，哇塞，那是最棒的那这你就可以看得到一路上就看得到这些美丽的喷泉每个喷泉都有它的名称。这里还有一个监狱塔，这个监狱塔呢，也就是以前关犯人的地方呢，也叫做监狱塔咯所以呢，你看有没有这个？不管是这里这个瑞士的救难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就是喷泉有没有瑞士的救难泉也是来到这边，我们一定有看到，会把它抓一只来拍一拍石铜喷泉这里是伯恩，现在拍的是小龟。觉得美不美真的是很美伯恩的美亲自来体验看看伯恩的不管在这里要现代化的购物古老的伯恩的整个城市街景，它的旧景色，在伯恩弄了才垮掉这一趟也是我来几次伯恩当中拍的最完整的一次为什么？刚刚好都要喝给那天气真好可以让我呢完整的记录下伯恩的整个城市景色。刚好我们昨天也就住在了伯恩，所以这整体的感觉呢就非常非常的棒住起来的氛围就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伯恩城市景色。伯恩时钟塔、联邦宫、杂货街、市集，这些真的让你来到了伯恩，就会觉得呢，
那加水的所在啊，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会喊出来。你看呢、伯恩其实旧城区很大哈、然后我们还可以绕到外面来啊，然后看到在整个伯恩心脏地带啊，前往阿尔卑斯山的大门，看看这些独特的城市景色啊，然后呢，还有这美丽的河畔呢，这个也是阿勒河，阿勒河旁边呢，也就是它的联邦宫联邦政府的所在地哈，非常非常的美。